代恐怖副本，我被队友丢进祭坛献祭。吃人的恶鬼舔了舔我的手心，惊喜地喊道：“主人，你终于回来了！”车子在林间公路抛锚了，恐怖片标配。看来我和车上的人得去附近找地方借住一晚上。我看了看轮胎，感觉能修，于是我撸起袖子把车胎修好了。车上的队友们面面相觑，观看恐怖副本的观众们纷纷评论：“哈哈哈，院长，不愧是你，你修好了剧情还怎么展开啊，院长？这是恐怖副本，不是修车游戏呀，院长。”看着我的队友们错愕的表情，我坐到了驾驶座上开车。我的角色本来就是司机，把他们送到目的地是我的职责所在。砰！车子依旧没能成功发动，而是直接倒向了一边。我们下车一看，这下子车胎直接炸了。果然，恐怖副本能够自我修正，走是走不了的。车子上的人被吓了一跳，骂骂咧咧地下了车。我赖在车上不走，我就不信车上不能睡一晚上吗？不就是坏了个轮胎吗？耳边传来系统提示音，据说森林里晚上有猛兽，你和乘客只能去附近的村子里借住一晚。随着系统的电子音，我闻到一股焦糊味，不祥的预感升腾，我赶紧跳下车。我一下车，车子就炸了，不留一点后路。哈哈哈，院长差点落地成盒，还好院长溜得快。为首的纹身男子很嫌弃地看了我一眼，喂，壮哥那个，赶紧跟上。路上我就解释过，我不是刘二壮姘头，可是有几个男的总觉得我和刘二壮有一腿。那个纹身男自称龙哥，还说自己是刘二壮兄弟。哈哈哈，龙哥，这误会大了。院长可不是和刘二壮有一腿，我觉得他和邪神有一腿，不是。什么鬼？邪神大大是我们大家的，这个女的我都没见过。车子坏的时候已经是傍晚，林子里又深又密，走着走着天就黑了。走了半天，一个戴眼镜的斯文男人说：“你们有没有发现，我们似乎一直在原地打转？”眼镜男指了指地上的一丛野草道：“我记性比较好，这个野草就是车炸了的时候，车子旁边的那一株野草。自从看到脑哥，我才知道过目不忘在恐怖本里面还是有用的。厉害了，脑哥上演一出微观变草，这些草太像了，我认不出来。爆炸的时候，旁边的野草似乎也被灼伤了，但是这株草完好无损。但是仔细一看，确实有点像，不过我不确定，我记性没那么好。周边参天的古树上长满了菌菇类的植物，密林遮住了月亮。自从天黑后，我就一直有一种被许多只眼睛注视的感觉，似乎这些菌菇在注视着我们。龙哥说，要不我们把这附近的野草烧了？其他人倒是挺服气龙哥的，纷纷点头。爱护森林，人人有责，我不太赞同。我指了指旁边的菌子道：“你们有没有觉得有东西在盯着我们？现在点火可能会惹到它。”龙哥问我：“你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吗？”我认真的回答：“我觉得可以把东西引出来谈一谈，看看他想要什么。”龙哥嗤笑一声，龙哥后面几个男的也纷纷笑了，一脸关爱弱智的表情。只有眼镜男深深地看了我一眼。观看恐怖副本的观众也纷纷表示疑问：“这女的在说什么？这女的第一次进恐怖副本吗？那个东西想要你们的命，你给吗？哪来的圣母心？只录孤儿院副本，求求你们了，补了这个副本再看这个。”龙哥看都不看我一眼，掏出一个道具，道具在空中炸裂，旁边的古树和杂草都燃烧起来。如果是在看电影的话，我会很爽。这个爆炸美学我给满分，好帅！爆炸就是艺术啊！我就喜欢看烧东西。可是设身处地，我觉得他不会喜欢自己栖息的地方被人烧了。有人进了你家，不仅不送礼，还烧你房子，你喜欢吗？这礼貌吗？我默默离龙哥远了一点。旁边的菌菇似乎有了生命一样，迅速膨胀，菌菇向着龙哥袭来。龙哥和他旁边几个男的反应很快，纷纷掏出大刀开始砍蘑菇。随着蘑菇一起过来的，还有透明的菌丝。只不过因为菌丝极薄，夜又特别黑，这群人没有一人注意到。我估计被菌丝缠上，这群人不死也得成为活死人。我手心的烙印有些灼热，伸出手来拦住了这些菌丝。这些菌丝都被烙印吸纳了。我叹了口气，我感觉是不是欠别人人情？不对，可能是欠神神情了。这个烙印是上个副本被邪神烙上的，我以为逆转时间就能消失，没想到还在。只不过平常看不见，遇到这种东西倒是很有用。那群男的砍完了菌菇，看到我举起右手左右摇摆，不免有些诧异。龙哥嘲笑道：“那女的举手投降也要双手好吗？”其他几个男的也对我的手舞足蹈嗤之以鼻。眼镜男没有砍菌菇，而是一直盯着远处的一株巨龙竹看。龙哥顺着眼镜男的目光看过去，恭敬地问：“脑哥，看出来什么来吗？”脑哥推了推眼镜道：“所有的菌菇都是从那个方向过来的，那个东西应该在那个方向。我怎么没看出来？那几个菌菇不是来自四面八方吗？所以说我们的智商活不过一个副本。确实，菌丝是从那棵巨龙树的树干里喷出来的。看菌菇，我确实也看不出来从哪儿来的。这个脑哥脑子不错，我能感觉到巨龙树里面有东西。”龙哥领着我们向着巨龙树的方向走。
可惜刚刚被烧焦的树和草都复原了，我们依旧在原地转圈。这个副本好奇怪啊，之前都是进去之后才被刀，这个副本怎么不放人进村？你们不懂，这个副本也有村里村外2个 boss。远方的钟声突然响起，草都让向了两边，迷雾中的村落若隐若现。我们终于见到了应该借宿的村落了。几个男人在村落门口等着我们，看到我们，几个男人迅速迎了上来。他们说我们是神婆嘴里所说的贵客，要用最好的东西招待我们。村口摆上了流水席，流水席前面的台子上绑着一头硕大的肥猪。村长说，贵客上门，我们宰了村里的年猪来迎接你们。白刀子进，红刀子出来，村里人杀猪手法很是娴熟。猪肉很快煮好，芳香扑鼻。我是喜欢吃肉的人，这个乡村的野猪肉让我有点馋。村子里的人都让我们赶紧吃猪肉，说第一口只能是贵客吃。龙哥等人纷纷表情严肃，岿然不动，只有我伸筷子去夹猪肉。我把猪肉送到嘴边，龙哥等人都紧紧盯着我，村长和村民们也都盯着我的筷子，有点渴。我把猪肉放在碗里，喝了口水。咕咚，吃还是不吃，这是个问题。别吃了，总感觉这头猪有问题，说不定只是看上去是猪呢，谁知道这肉是不是真的猪肉呢？村长有些着急，趁热吃，肉凉了就不好吃了。盛情难却，我再次举起猪肉，默默地咀嚼，将猪肉咽了下去。然后我对着村长举起了大拇指，香，真的很香。院长是真的毫无防备，你怎么能随便吃陌生人给的肉呢？怎么说呢？之前没人吃过猪肉，吃下去会变异吗？耳边传来系统提示音，恭喜玩家吃到第一口猪肉，成为双喜村第一个吃猪肉的人，任务奖励钉耙1个。提示：该道具为可携带道具，此场副本不用，可以携带到下一个副本。哈哈哈哈，居然有任务奖励，还是钉耙。村长殷切地看着我，对着我报以最诚挚的笑容。这位小姐，您吃了第一口猪肉，我们带你去住本村的别墅，这只猪是别墅的主人养的。啊，那个别墅有什么问题吗？没看过这个副本，跟着院长来的。为你们的院长点根蜡烛。我随着村长指着的方向，看到了一个3层独栋小别墅。别墅看起来与周围的农村土屋不大协调。我指着龙哥他们说，这个别墅看着挺大，我能和他们一起住吗？龙哥一脸日了狗了的表情，好像我在背刺他。村长说，那是当然，他们是你的朋友，自然也是一起入住本村别墅。龙哥骂骂咧咧道，败家娘们，脑子有坑，谁让他吃肉的？村长起身道，尊贵的客人们，我带你们去别墅。龙哥等人也跟着起身，只有我坐着不动。龙哥盯着我冷笑，怂了，这个女的怂了。好想知道别墅里面有什么呀？有看过的人剧透吗？村长和几个高高壮壮的男人围在了我身边。村长说，小姐，请您跟我们走吧。似乎我不走，他们就准备把我搬过去。我恋恋不舍地看着桌子上的猪肉，我还没吃几口啊。村长，你居然惦记猪肉。院长，原来你是个吃货，吃就知道吃，女人，你不知道你们就快凉了吗？村长等人迅速打包好2大盒饭菜，而且还用的是铝箔盒子。小姐，请带到别墅享用吧。我拿起打包好的饭菜，顺了一大把盘子里的糖果，心满意足地跟着村长前往别墅。我们一进入别墅大厅，背后的门自动关上了，村长等人被关在了门外。系统开始播报任务。任务1，在别墅内活到明天早晨。玩家很幸运入住乡村唯一的别墅，如果能够见到清晨的第一缕阳光，那么就能见到别墅的主人了呢。提示：本任务为限制性任务，无法成功完成会导致死亡。笑死，见不到清晨的第一缕阳光，当然会死。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个别墅晚上是什么样子，好奇宝宝今晚蹲在这里了。那是因为之前没人吃猪肉。别墅里面似乎常常有人打扫，十分干净。别墅的大厅挂了一幅照片，照片上有很多孩子，还有一个女人。别墅地势较高，大厅的落地窗可以看到外面困住我们的那片森林。我们分头查看别墅的房间。2层的房间干净敞亮，里面的床却都是高低床。这个别墅的房间大小，还有床的式样，说不定原来是学校。脑哥的声音在我背后响起来，原来是学校吗？怪不得照片上的孩子们都穿着校服。哒哒哒，别墅的墙上突然传来奇怪的声音。我和脑哥看向墙壁方向，声音又停了。我走进墙壁，敲了敲墙壁，发出砰的声音。大厅和房间的灯突然熄灭，系统又开始播报。天黑了，玩家准备入睡吧。我摸黑下了楼，龙哥等人也下楼了。我们点了大厅餐桌上的蜡烛，烛光昏暗，勉强能看到人。他们说3楼和2楼一样，都是高低床，大房间。龙哥说，要不我们几个就在大厅凑合一夜，有什么事情可以一起对付。红木沙发被龙哥等人占着，椅子虽然可以坐着，但是旁边就是那幅照片，我不想靠太近。我找了一堵墙靠着，坐着闭目养神。墙里面又传来哒哒哒的声音，我背后的墙里面似乎有什么东西。我站直身子，看到墙面正在渗血。
墙纸被血渗透，开始脱皮，墙里面伸出许多血红色的爪子，嘻嘻嘻，隐隐约约能听到小孩子的笑声。血红色的爪子抓住了我的发尾，我从口袋里掏出刚刚村宴上顺过来的糖果。小朋友，吃糖吗？吃完糖姐姐陪你们玩，先放开姐姐的头发好吗？那几个血爪抓住了我手上的糖果，我从口袋里掏出糖果撒向墙壁，几个爪子精准地接住了糖果，墙壁里面传来咀嚼的声音。吃完糖的小鬼们又伸出来了血爪子，姐姐来玩吧。我冲着墙壁说，我们一起来玩木头人好吗？姐姐说1、2、3，你们都不许动，获胜的有奖励哟。1、2、3，木头人不许说话，不许动。血手都顿在了半空中，咀嚼声音也消失了。院长把对付孤儿院小孩子的方法带过来了。院长，你真的好会，你们不要被这个女人骗了，她糖已经发光了，只剩猪肉了。一阵风吹了过来，不知道什么时候，大厅的落地窗被打开，大厅的红木沙发消失不见，只剩下一个巨大的红色棺材。其他人都慌忙对付着棺材里冒出的菌丝，只有龙哥的身影消失不见。棺材下面长出菌子，菌子搬着棺材向着密林前进。突然，我的身子感觉到一阵失重感，耳边传来系统电子音：检测到玩家使用道具置换，你将代替该玩家献祭森林中的恶鬼。玩家开启隐藏任务，传说森林中的恶鬼会吃人，别墅里的主人每天晚上都会给森林中的恶鬼准备食物，恶鬼因此不进村骚扰村民。作为被献上的食物，你的任务是找出恶鬼的身份。提示：本任务为非限制性任务，成功完成将会获得系统奖励。笑死，活下来就不错，还找出恶鬼的身份。那个恶鬼跟普通的恶鬼还不一样，他听不见看不见，除非你会隔空传音。之前都是从村民家被绑过去的，这次直接从别墅走了。我的眼前突然漆黑一片，双手和双脚都被菌丝束缚住。我感觉到身子底下的棺材一起一伏，正在前进。钟声再次响起，只不过这次频率不一样。进村子的时候的钟声更加干脆，现在的钟声哀怨绵长。看来我被玩家龙哥置换进了棺材。龙哥，好狠的心啊！圣母心的别玩恐怖副本啊！这女的全程摸瑜伽拖后腿，置换她很合理呀，总不能置换自己兄弟吧？我感觉到棺材不再起伏，而是停住了。棺材被打开，一个畸形的生物窜到了我的胸口。我下意识地捏紧了手中的符纸，感觉到身子失重的那一刹那，脑哥在我手中塞了一张符纸，还有一句话飘荡在耳边：交个朋友吧，我是脑哥。系统响起提示音：恭喜玩家获得道具火神咒，该道具杀伤力较强，请玩家谨慎使用。提示：该道具为可携带道具，此场副本不用，可以携带到下一个副本。脑哥居然把火神咒给了这女的，红颜祸水呀！不是说她是壮哥那个吗？你们看过之前的副本吗？别瞎逼逼，我们院长和刘二壮屁关系没有。我仔细打量着我身子上的生物，我发现他应该是个半大的男孩子，只不过他眼珠子被挖出来了，耳朵被缝上了，本该是四肢的地方被菌菇取代。他在我身上嗅来嗅去。火神咒，地狱烈火，我一直觉得这个很美，有了火神咒，应该能勉勉强强干掉这个恶鬼。不知道如果我被拉进恐怖副本，有没有大佬捞我？我不想进去。菌丝突然松了，我不耐烦地揪住这个人形生物的后颈，想要把它从我身上移开。没想到人形生物突然惊喜地喊道：猪肉，你纵鱼回来了。可能是因为耳朵被缝上了，人形生物的咬字很奇怪。我听到了猪肉2个字。我把挂在手腕上打包的一盒红烧肉打开，对他说：你想吃肉吗？晚上的猪肉已经凉透了，猪油和猪肉凝固在一起，看着毫无食欲。我随手捡了一个硬质木棒，对着红色的棺材板子开始钻木取火。人形生物似乎没有听到我说话，它蹦下了身子，在树洞里蹦来蹦去。猪肉猪肉猪肉，自由人主人，你终于回来了，星星好开心，好开心。为什么这个恶鬼不吃它？我记得之前他对别的祭品都是先吃眼珠子，再吃耳朵。对，我们都觉得他是因为吃啥补啥。等等，我怎么感觉这玩意喊的是主人？星星蹦跶完了之后，突然虔诚地跪在了我的面前。我刚钻木取火，钻出火星子，又扒拉了一堆干草，烧起来了火堆。火堆波及了星星的菌丝。星星抚摸了一下被烧焦的菌丝，开心地说：好热呀，果然是你，主人。他真的在喊主人，不是猪肉。这女的什么来头？我滚去补孤儿院副本。我抽出右手，把一盒铝箔打包的猪肉放在火上烤，猪肉逐渐发出香味。星星接着说：主人，你怎么才回来？我等你等了很长时间，很长很长时间。我翻开右手掌，掌心的烙印显现出来。星星看不见我，也听不见我的声音，他把我当成邪神了。我有些别扭，趁热吃了口猪肉压压惊。其实是我饿了，晚上就吃了一口肉。去了别墅也没找到加热的工具，笑死！第一次见到有人在被献祭的时候带红烧肉，然后还在棺材板上钻木取火来加热红烧肉。我好像有点 get 到院长的魅力了，悠悠们。我一向不喜欢冒名顶替，但是眼前这个孩子好像很开心。
我顺手捞了口猪肉塞进了星星嘴里。星星舔了舔我掌心的烙印，主人，我好想你呀。你的主人肯定也很想你呀。我张了张嘴，不知道怎么和这个又忙又聋的孩子沟通。我想起了我小时候看完《假如给我3天光明》之后，对着自己的手心写字。我在星星的额心写字，带我去别墅。主人，你要去别墅吗？你要小心那个女人，她是魔神的教徒。主人，我可能进不去，村子有结界。我在他额心接着写，我进去，你不用进去。居然还有这种交流方式，学会了，以后在我家男票额头上写字，你是我的狗。笑死，论当代网友的精神状态。棺材下面的菌菇开始抬着棺材移动，出了树洞，我才发现第一缕阳光洒在了巨龙竹上，天亮了。棺材把我送到了别墅后面的院子里，我拍了拍星星的头，踏进了别墅的后院。别墅后院里有一口巨大的古钟，我听到的钟声应该就是这口古钟发出来的。古钟左边是一个养猪场，几只硕大的肥猪在猪圈里滋哇乱叫，每头猪都和昨晚宴席上吃的年猪差不多大，比普通猪大了不少。古钟右边是一块自耕田，田里种着猪草，这几头猪看起来有点饿了，滋哇乱叫。昨晚吃了这几头猪的兄弟，我有些愧对他们。我准备挑点猪草拿到猪圈里喂猪。我刚跨进自耕田，一条巨大的网锦蛇盘住了我的右脚。我眼疾手快，掏出钉耙插住了网锦蛇的7寸，然后倒提蛇尾迅速甩动。感觉网锦蛇身子软了之后，我把蛇围在了脖子上。院长好帅，院长这个捉蛇技术可以，之前从来没人搭理过这块田，只有你踏进去了，还捉到了蛇。系统提示音响起，恭喜玩家收服网锦蛇，网锦蛇可以作为您的萌宠携带到下一个副本哟。提示：为了方便携带，副本以卡片形式收纳萌宠，有需要召唤萌宠就行了。笑死，萌宠。不过这条蛇其实真的对上 BOSS 也没有什么用。网锦蛇变成了一个卡片，我塞在了兜里。收服网锦蛇还蛮费力的，我是懒得再挑猪草了。我直接打开剩下的另一盒饭菜，倒在食槽里面。有几只猪扑上来什么都吃，还有几只猪只吃除了猪肉之外的菜。看来有些猪比别的猪聪明些。院长在做什么？他居然把饭菜喂了猪，我以为他准备待会吃，哈哈，原来猪真的吃猪肉啊。你回来了呀。脑哥走出别墅，似乎不意外我能回来，而是看着那几头猪若有所思。虽然没有用到火神咒，但是脑哥也是队友里面唯一对我比较善意的。我跨出猪圈，对脑哥说，交个朋友可以呀，叫我院长就好了。我把火神咒还给脑哥，脑哥摆了摆手，见面礼罢了。这个见面礼诚意可以。脑哥果然是聪明人，院长身上是有点 bug 的。我问脑哥，见到别墅的主人了吗？这时候别墅后面的钟声响起来，脑哥对我招了招手，见到了，一个女人，刚刚在给我们上课呢，下节课测试。我偏头看了看古钟，所以这是上课铃吗？刚说完，系统提示音响起，发布新任务，请玩家进入别墅，并且完成别墅主人的测试，测试时间1节课。提示：本任务为限制性任务，无法成功完成会有惩罚，会变成猪。后院那几个吗？那院长吃的到底是什么呀？不要剧透，楼上的。刚不是有些猪吃猪肉，有些不吃嘛？我觉得女巫给村民的应该是珍珠。女巫就是那个别墅的主人吗？对，我们习惯叫她女巫，因为她的教鞭像是巫婆的魔杖。我踏入别墅，龙哥等人有些诧异地看着我。我淡淡地扫了龙哥一眼，我在龙哥眼里看到了杀意，毕竟他被刺过我回来了，对他绝对是个威胁。餐桌前面摆上了一块黑板，黑板上还有数学题。穿着白袍子的老妪举着教鞭敲着餐桌说，快点过来，老师已经发好卷子了。和外表不一样，老妪的声音意外的年轻和清脆。我坐在空着的那个座位上，座位上放着卷子，卷子上是一篇阅读理解。他清晰地记得6岁那年夏天的那个傍晚，当他把一条死蛇举到母亲面前，母亲眼里第一次出现了一种陌生的光。他甚至觉得他在母亲眼里一定是突然有了地位的，这种感觉在随后下地干活回来的父亲和上学回来的2位哥哥眼里也得到了证实。那条毒蛇被家里炖成了蛇羹，他一口都没吃到。蛇头掉在了猪圈里，没想到蛇头还会动，咬死了家里的年猪。父母和哥哥都责备他，把他关进了猪圈。他抱着毒蛇的头躺在猪圈里，眼里冒出诡异的光。请问诡异的光是什么意思？我和龙哥等人一脸懵逼，只有脑哥奋笔疾书。什么鬼？这个阅读理解绝了！梦回高考，噩梦啊！时间过得比想象的要快一些。我还没来得及动笔，钟声再次响起来。老妪举着教鞭收完卷子，坐在餐桌前头阅卷。不知道看到谁的卷子，老妪突然咧开嘴笑了，笑着笑着就哭了。老妪走到脑哥旁边说，你回答得很好。老妪又走到我旁边说，你吃了我养的猪，而且我的学生们很喜欢你。老妪举起教鞭对着龙哥等人，其他人都接受惩罚吧。龙哥冷笑，就凭你个老太婆。龙哥拿出一个超大的加农炮，
其他人也掏出大刀。老玉的头突然变成豹子头，飞速地躲过加农炮和大刀。只不过墙上的照片被轰下来了，别墅的墙也被轰出一个大洞。老玉很生气，你破坏了我的别墅，今天我和学生们一定要炖了你。龙哥大吼一声，拿出了几个符咒。老玉被火焰包围，龙哥压箱底的火焰咒都拿出来了。这几个火焰咒怕是没有什么用，如果是火神咒，可能还有点子用。老玉身后突然出现了豹子的残影，豹子探出头来，嘶吼一声，那些火焰都被吞噬。火焰被吞噬之后，桌子旁边只剩下一群猪，一只猪身上还有纹身。老玉把这群猪赶到了后院里。脑哥站在我身后说，魔神欧塞常以暴行示人，也可化为人形，擅长授人科学，还可将人变为其他形态。星星说过女人是魔神的信徒。老玉回来之后，身上挂着几条蛇。恭喜玩家解锁隐藏任务，别墅主人的盛宴。别墅主人觉得你和脑哥是不错的客人，决定招待你们吃蛇羹，请你们尽情享受蛇羹吧。提示：该任务为隐藏支线，可能有未知风险或者福利，请玩家尽情探索吧。我去，隐藏支线。第一次看到这个蛇羹宴，之前的要不变成猪了，要不把女巫给刀了。老玉进了厨房，开始烧蛇羹。我偷偷地捡起来掉在地上的那幅女人和孩子们的合照。老玉很快端着蛇羹上桌了，蛇羹闻着十分美味，只是我和脑哥都没有什么食欲。老玉眼看就要变脸，脑哥赶紧问老玉，美丽的老师，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？老玉瞬间变得娇羞，他对脑哥说，你问。脑哥说，树林里那个恶鬼是你的学生吗？老玉的脸瞬间变成了豹子，脑哥似乎触碰了什么了不得的话题。老师，我上节课没来，这道题怎么做呀？我指着黑板上的数学题目诚恳发问。老玉又变回老太太的脸，非常用心地给我讲题目。脑哥看着老玉，对我比了个口型，儿子。脑哥太神了，真的是儿子吗？为什么呀？这个到底怎么猜到的？脑哥昨晚在别墅翻到了被涂黑一半的照片，照片上是女人和一个小男孩。我猝不及防地对用心讲题的老玉问道，您儿子叫星星吗？恭喜玩家获得森林里恶鬼的身份，获得道具爱神之剑，一旦该剑入体，天王老子也会爱你，时长1分钟，爱神之剑，笑死。这玩意蛮逆天的，想象一下对着恶鬼用爱神之剑，他会不会爱你，爱到吃掉你？不是，只有我觉得这两个人在女巫的雷区疯狂蹦迪吗？老玉瞪大眼睛，我的背后突然传来嘶嘶嘶的声音，数条小蛇从蛇羹里面爬了出来，向着我的背后窜了过来。我召唤了我的萌宠王锦蛇，在王锦蛇面前，几条小蛇都是弟弟。豹子的残影突然出现在了脑哥的身后。豹子说，你陪着我吧，这么多年，第一次出现这么懂我的男人。豹子张开嘴巴，脑哥身形飞快，迅速闪开。豹子速度更快，在脑哥转移的地方等着他。豹子伸出爪子，脑哥的身影突然消失不见。我低头看着手上的照片，照片上突然多了一个男人。脑哥和女教师站在孩子们的后面。老玉的脸变成豹子，对着我嘶吼道，接下来就只剩你了。我拿出照片，对着老玉说，信不信我烧了照片？老玉清脆的声音变得粗壮，你烧不掉的。我拿出火神咒，地狱烈火燃烧在我的右手掌心。我不确定这玩意有没有用，放在右手，顺便借点邪神的力量。豹子残影扑向我，我闪身躲开，照片的一角被点燃。老玉有些慌张，你想干什么？我放你出去，把照片给我。我说，我只有一个要求，放星星进村。老玉说，不可能，他是邪神的信徒，我不可能背弃我尊贵的魔神大人欧塞。我的火快烧到了照片上的孩子们。我确实想错了，老玉如果真的爱孩子们，他就不会把他们圈进照片里，关在别墅里面。我用火烧掉了别墅的墙纸，在墙里面，我先看到血手，然后是一个个小小的血人。我问他的学生们，你们想离开这里吗？想。小小的血人们异口同声。老玉有些慌乱，为什么？我对你们不好吗？我们今天吃烤猪，猪身上还有纹身呢。血人们七嘴八舌，老师，我想投胎。老师，我天天吃猪肉吃腻了。老师，我想爸爸妈妈了。我一把火烧了手上的照片，血人们纷纷消失。至于脑哥，照片上那个不像他。老玉似乎怒火灼烧，我跟你拼了。豹子残影吞掉了地狱烈火，似乎即将吞掉我的头。军丝袭来，豹子残影被军丝打散。星星扑到老玉身上，一口咬住老玉的豹子头。脑哥跟在老玉后面，把后院的那个钟扔在地上。脑哥觉醒的天赋之一，傀儡术。刚刚在大厅的是脑哥的傀儡。脑哥刚刚去把钟给拆了，星星就进来了。老玉挥动手上的教鞭，星星摔了出去。脑哥说，老师，你仔细看看，这是你的亲儿子，你的魔神把你的学生变成那样也就算了，可是他连你的亲儿子都不放过。老玉痛苦地抓住自己的头发，豹子脸变成老太太的脸，老太太的脸变成了年轻女人的脸。从地上爬起来的星星又想要冲上去，我拦住了他。我点了点他的额头，写下，停下。年轻女人似乎背也直了不少，眼眶泛红道，星星，我的儿子。我靠，美女你谁啊？
我记得你是个老太，结果你变成了豹子，现在你变成了美女，你是白骨精吗？我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。我冷冷地看着女人，你为什么这么对星星？女人发疯般地跑了出去，是神婆让我供奉魔神的。我跟在女人后面，脑哥和星星跟在我后面。我们来到了神婆道院子。神婆的院子很大，星星却进不了。昨天招待我们的人全在神婆院子里。院子中央放了一个香炉，村长等人闭着眼睛绕着香炉转圈。我拿出钉耙，一钉耙砸碎了香炉，村长等人定住不动了，依旧闭着眼睛。星星依旧没法进来。脑哥借走了我的钉耙。星星对我喊道：“主人，我感受到了，害我的人就在里面。”屋子里面供奉着一个豹头铜像，铜像前面跪着一个白袍子的老太婆。豹头铜像给人一种莫名的压抑感。铜像旁边的墙上贴满了封条，神婆身上的白袍子和女人身上的白袍子一模一样。神婆站起身子，拄着豹头拐杖，对着女人笑道：“青青来了吗？”女人愤怒地说：“你为什么要害我儿子？为什么要害我学生？”神婆道：“这不是你做的吗？我帮助了你。你想要报复伤害你的那些男人，魔神帮助了你。你觉得寂寞？魔神帮你找来了学生。难不成你觉得一切都是理所当然，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吗？这是你的选择。”女人捂住头：“不是我的选择，我不知道，我不记得了。我只是想要报复那些男人，为什么要杀了我的学生？为什么要残害我的儿子？”神婆眯眼笑道：“因为魔神需要祭品啊，好的坏的，邪恶的单纯的善良的，魔神都需要。”神婆盯着女人道：“你纯洁无瑕，一步步被染成黑色，是魔神最好的祭品。你儿子的命格正好，本来如果能把你儿子供奉给魔神，他会提前降临。可惜这一切被邪神毁了。”脑哥也进了屋子，他张开掌心，几枚铜币落在地上，当啷作响。脑哥把钉耙还给我，还给我塞了一个瞬移咒。系统提示音响起，恭喜玩家获得道具瞬移咒，可以在5米之内瞬移。脑哥对我眨了眨眼睛。脑哥说：“这位奶奶，你可能算盘落空了。”神婆对着脑哥眯眼笑，仿佛在看一个不懂事的孩子。神婆说：“孩子，人数够了，你破坏了阵法也没用，魔神即将降临，这是无辈的荣幸。”院子里面的村民突然七窍流血，豹头铜像开始晃动，强大的威压袭来。脑哥拍了拍我的肩膀，苦笑道：“院长，我们两个怕是要交代在这里了。虽然欧塞只是下位魔神，但是我们应该打不过。”掌心的灼热感越来越明显了。我走向豹头铜像旁边的那堵贴满了封条的墙壁。神婆的声音因为得意有一些变形：“你揭不开的，这层封印是魔神大人亲自下的。”我的右手掌心贴上了封条，那些封条突然开始燃烧。神婆得意洋洋的表情僵住，她大喊：“不可能！你是谁？”神婆一直合格的表情管理崩坏了，她举着豹头拐杖砸向了我，我举起钉耙挡住了。我懒洋洋地说：“我吗？可能是邪神的爸爸吧。”噗嗤，背后传来男人的轻笑声。哈哈，院长，你一定想不到你说这句话的时候，谁在你身后啊！我邪神大大，居然能在这个副本里看到我男神。院长是真的敢说。我打了个寒噤，我感觉到似乎有什么很恐怖的东西在我身后，额头渗出冷汗，我有点后悔自己的口嗨。神婆的豹头拐杖似乎更胜一筹，我的钉耙碎了。系统提示音响起，道具钉耙损坏不可使用。只不过下一秒，神婆的拐杖被融化了，同时被融化的还有神婆的身子。神婆发出惨叫声，身后的男人置若罔闻，声音依旧儒雅温和。他在我耳边说：“你是我爸爸吗？”深入骨髓的恐惧感袭来，我脊背僵住了，不敢转头。哐啷，豹子铜像裂开，一股阴寒之气升起，阴寒之气袭向我身后的男人。我趁机闪向一边。邪神依旧是衬衫西裤，衣服干净笔挺的，似乎随时能够奔赴上流社会的晚宴。邪神和魔神欧塞对峙着，邪神表情淡漠，魔神发出嘶吼声，屋子旁边的墙壁慢慢裂缝坍塌。这里的邪神大大应该只是碎片之一，不知道能不能挡住魔神啊。我不管，邪神大大赛高，我邪神肯定会赢。星星从院子里爬了进来，我怕他受伤，拉住了他的军丝。星星说：“主人，我听到你给我传音了，我会在这里乖乖不动的。”笑死，原来邪神都是直接隔空传音的。你到底为什么相信这个在你额头上写字的院长是你主人啊？可能是因为孩子还小。女人跑了过来，张开双臂抱住了星星。星星用军丝缠绕住女人：“你是谁？我不认识你。”女人对他说：“我是妈妈呀，星星，我是妈妈。”可是星星听不见也看不见。邪神的声音传来：“你愿意背弃魔神欧塞，忠于我吗？你的儿子一直等着你。”欧塞冷笑道：“你是我的信徒，你必须对我忠诚。”女人咬破了手指尖，在星星的额头上画了一个符咒。女人说：“是的，我要把我的血肉和我的一切献给你，邪神大人，你能救我儿子吗？”豹头人身的欧塞气势陡然矮了一截，扭头就跑。邪神说：“欧塞，看来还是我略胜一筹了，毕竟你的信徒转投了我。”邪神举起右手，欧塞惨叫一声，化为青烟。
邪神慢慢地走到星星和女人面前，女人抬起头来，邪神蹲下身子，温柔地说：“你儿子的愿望已经达成了，他希望妈妈可以再抱抱他。”星星张开嘴，有些疑惑地喊道：“妈妈！”女人流出血泪，血泪滴到了星星的身上，只不过女人的身子也开始融化。邪神直起身子，冷声道：“至于你，你自己没有守住初心，谢谢你主动献祭我。”星星似乎感受到了什么，军丝徒劳地触摸着融化的女人。星星说：“主人，我好像被妈妈抱住了。”我顶着巨大的压力蹲在了邪神的面前。我在星星的额头上写道：“是你妈妈，她回来了，她抱住了你，她很爱你。”星星和孤儿院的孩子一样，在光晕中消失了。我直起身子，和邪神对视。我讪笑道：“之前那是心理策略，邪神大人，我是您忠诚的信徒。你不在，我有好好照顾你的信徒。星星和我相处得很好，我还给你拉来了信徒，那个女人。”我边说边往后退。系统提示音响起：“恭喜通关隐藏副本，奖励是本次副本提前结束，离开通道开启。”脑哥已经站在了系统的通道里，邪神的威压把我定在了原地，我没法再往系统通道后退了。邪神对着我举起了右手，邪神舔了舔嘴角：“我不想让你当护法了，你还是做我的祭品吧。”嘤嘤，我的 CP 就这样憋了吗？我还以为邪神对院长感情不一样，邪神不喜欢别人骗他，只有我注意到男神舔嘴角，好帅嘛。系统屏障升起，我捏爆了瞬移咒。脑哥之前给我塞瞬移咒，应该是怕神婆恼羞成怒，同归于尽。只不过这个用来逃离邪神刚刚好，距离和时间都刚刚好。邪神眯起眼睛看着我说：“人类，你的灵魂很香。”他放下右手，对着我勾起嘴角道：“我们还会再见面的。”我默默念道：“最好别见。”下一秒，我回到了游戏大厅，不知道这句话邪神听没听见。尾声：直播间古村祭坛副本通关之后永久关闭。就这，我以为院长高低得对邪神用爱神之剑呢。2个 BOSS 都没了，院长真的就是副本终结者。我粉上了院长，我粉上了邪院 CP， 怎么整？我怎么感觉下次遇上邪神院长得凉？游戏大厅里，我的右手掌心突然剧痛，我险些站不住。脑哥扶住了我，我对脑哥说：“谢谢你的火神咒和瞬移咒。”脑哥笑了笑说：“别客气，那我还要谢谢你从魔神手下救出我，还吸引了邪神的火力。”一堆人围了上来，龙哥他们呢？脑哥对这群人比较冷淡，淡淡的说：“留在里面了。”这群人对着脑哥谄媚地说：“不愧是脑哥，居然让副本永关了。”脑哥说：“又不是我一个人通关了。”这群人看向了我，我直起身子，脑哥松开了扶住我的手。刘二壮也在大厅里等着我。上个副本之后，我找刘二壮了解过这里的情况，也算是处成了朋友。刘二壮说，经历100个副本就可以回到现实世界了，只不过暂时没人活那么久。他让我取个代号，说是大家一般互称代号，我就取了院长这个代号。这群人看了看刘二壮，又看了看脑哥，再看了看我，露出看戏的表情。我去，这个女的牛逼，好久没看到修罗场了。众人替刘二壮让出来了一条路，我顺着这条路往房间走，刘二壮跟在我后面。众人十分不满意，壮哥，你是男人吗？是男人你就上。脑哥说，你们别再瞎说了，我跟你们复盘一下这个本吧。众人这才作罢。刘二壮有些局促地说，龙哥他没欺负你吧？这个人不太靠谱。我说，没，他留在里面了，我又遇到了邪神。刘二壮倒吸一口冷气，那你又骗他了。我说，没，脑哥送了我一张瞬移咒。刘二壮说，脑哥这人看来能处，今晚庆祝一下，要不要撸串去？我摇摇头，累了，回房间了。回到房间，我收到了一条好友申请，自称是脑哥，多个朋友多条路，我加上了脑哥。脑哥给我发来消息，你手上的烙印需要克制，不然会魔化。我看了看我的右手，右手的手背上出现一条金色的纹路，